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。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我叫马桂芝，69岁，一儿一女都成家了，老伴去世多年，很多人劝我再找一个，不为别的，身边有个说话的人，也免得孤单。那些劝我的人，每次都被我好言谢绝。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人早就习惯了，多个人在身边想想都觉得别扭。再说像我这个年岁的人，谁心里不是牵儿挂女的，互相没个真心的人，凑在一起过日子挺没意思的。我是农村户口，没有退休金，但农保每月能领100多元。我还有点地，我们这边都是种大田作物，春种秋收，收了粮食卖掉，卖的钱供我一个人生活，还能有点鱼头。农村院子大，多养些鸡鸭鹅的，再喂1、2头猪，哪都能出钱。日子虽说过得不是多宽裕吧，但也紧不着。2个孩子，老大是女儿，婆家找到隔壁村，却非要跑我家旁边来盖房子住。我知道他那点心思，还不是不放心我，离得近照顾我方便，几不远的距离，每次做点好吃的，颠颠儿的给我端过来，都还烫嘴呢。这孩子就是个爱操心的命。儿子比女儿小2岁，大学毕业留在了城市里工作。别看儿子和儿媳妇住楼房，出门开着小轿车，浑身上下穿得板板正正，看起来一副让人羡慕的样子，可是那压力可比谁都大，身上背着房贷车贷，每月挣那点工资，除了还贷款，得掰着手指头算计着花。到现在2口子30好几了，却不敢要孩子，怕养不起。说起来这事儿，我就窝火。当初供了儿子那么多年，钱大把大把的花，他念的也是不错的一个大学，原本指望他出人头地的，谁知道他就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。当年为了供他上学，硬是把女儿的求学机会给耽误了。那会我老伴已经走了，我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，生活已经够艰难了，实在供不起2个学生。女儿懂事，也明白我的心思，她明明自己成绩那么好，却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了她弟弟。每次想起来这事，我这心里就觉得对不住她。我要是那有本事的妈，女儿也不用初中毕业就丢了继续上学的机会，跑回家里来帮我干农活。不过再想想，儿子上了大学，日子还没有务农的女儿好过呢。这些年多亏了女儿在身边陪我，逢年过节不孤单，头疼脑热的也有人管。姑爷也是个好孩子，累活脏活抢着帮我干，有点好吃的东西抢在女儿前边给我送过来。可我这心里啊，最惦记的还是我那城里的儿子。每次想到他被房贷车贷压身，这心就生疼的。按照我那时候的想法，如果是当时我这把老骨头拆了能帮我儿子一点忙，我也是愿意的。现在回头想想，我这个傻老婆子惦记人家真是不值个呀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我有生之年，帮助儿子的机会还真有。我的地被占，得了80万的补偿款，拿到钱的那天，我激动的一宿没睡着觉，想着这笔钱的用法。在我心里，毫无疑问这钱是得给儿子的，但是以女儿和女婿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，他们那边一点不给，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由于女儿女婿的地在隔壁村，正好被划在了规划占用的临界之外，他们没得到这个钱。想来想去，我咬咬牙，决定拿出10万块给女儿，剩下的70万都给儿子，至于我自己就不用留了。儿子那么困难，
房贷车贷都花着利息，我留钱在身上干什么呢？家里没了地，这钱给儿子拿过去之后，我肯定是要留在他们身边养老的，以后什么事指望儿子就好。我算计着，虽然这70万不够把儿子的房贷和车贷都还完，大概也能还上个七七八八。他们每月工资也不低，缓个一段时间应该就能要孩子了。到时候我就在家带孩子，他们安心上班就行了。几天后，我收拾了自己的衣服和随身应用的东西，坐上了去城里儿子家的火车。临走前，女儿拉着我的手，眼泪汪汪地嘱咐我，要是在他弟那住不惯，就回家来。姑爷也说，我给他们那10万块钱，他们暂时先帮我存着，如果有需要就吱声，要是想家了，就给他打电话，他去接我。我满心都是即将和儿子生活在一起的喜悦，哪里听得进去他们的话，只盼着火车能快点开，我能快点到城里去和儿子团聚。儿子并不知道家里土地被占用了的事，更不知道我身上就揣着一张存有70万的银行卡。我想等到家以后，挑一个正式点的场合，再和他们2口子说，这么大的事，哪能随随便便在电话里或者火车站大路边这种地方说出来呢？儿子来车站接我的时候，看着我带的大包小包，有点惊讶，问我，妈，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？这都是什么呀？我告诉他，这些都是我常穿的衣服和常用的东西。看儿子仍然一脸懵的样子，我继续说，妈，这回来就不走了，打算在这城里养老了。儿子并没有我期待中的惊喜，只是哦了一声，我也没太在意，觉得他应该是因为我来了，家里又多一个人的开销在发愁。我不但没生气，反倒有点心疼他，心想着，儿子，等我给你拿出钱来，你就不用这么犯愁了。我到儿子家里的那天，正好他丈母娘也在，直到吃完了晚饭都很晚了，儿子才开车去送丈母娘回家。等儿子回来已经10点多了，儿子媳妇打着哈欠给我安排了住的房间。我刚要和他们说话，儿媳妇急忙打断我说，他们明天得早起上班，让我有事明天再说。我刚要说出嘴边的话，只好咽了下去。心里装着事，再加上新换了地方，我根本睡不着，就起来想着出去找点水喝，怕影响儿子媳妇休息。我蹑手蹑脚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，更不敢开灯。第一天到儿子家，房子的格局还有点理不清，想去厨房，不知怎么就走到了儿子的卧室门前。我听见里面有说话声，知道走错了，刚想转身，又想起来儿媳妇不是说明天上班要早点睡觉吗？怎么还在说话？该不会是因为我来，两人在吵架吧？想到这，我决定听听他们在说什么。我趴在门边，气都不敢喘，听见儿媳妇问儿子，你刚才说啥？你妈不走了，要在咱家养老。不等儿子说话，他又说，我可和你说呀，赶紧把他送走，咱家可不养他。听了儿媳妇的话，我心里特别不舒服，本来转身想走，可还想听听儿子怎么说，只要我儿子硬气，愿意留我，到时候我再把钱往出一拿，儿媳妇说啥都没用。我儿子说，你急啥？我给我姐打电话了，问我妈怎么突然来这了，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？你猜我姐咋说的？儿媳妇不耐烦地说，咋说的，快说吧。我儿子说，我姐说家里的地占了，得了钱，我妈是带着钱来咱家养老的，70万呢，我妈带70万来的。啊？儿媳妇的语气里都是兴奋，可不一会，她又说，
可我还是就受不了，你妈以后就住在咱家，我想想就别扭。再说她身体还那么硬实，住在这得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儿子又说，可要不让我妈住，钱她能给咱们吗？那么多钱可不是小数，咱们也不能不要啊。对了，媳妇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俩想办法把我妈的钱哄出来，然后把她送老年公寓去。你不是有个同学在老年公寓上班吗？你让他帮忙联系联系。儿媳妇犹豫着说，能行吗？把你妈送老年公寓，你姐能同意吗？我儿子说，我姐离那么远，等她知道还不一定哪天呢，到时候她不同意，她就接走呗。反正咱们钱也到手了，明天咱俩都别上班了，先把我妈带的钱拿到手再说。我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不敢再听下去。这就是我的好儿子，枉费我一心一意惦记着他，事事为他着想，还想把钱一分不留都给他，他就这么算计他自己的妈。我悄悄地回到我自己住的屋里，浑身都在哆嗦，平静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。我收拾好了自己带来的东西，反复观察着儿子屋里的动静，等到确认他们都睡着了，我偷偷溜出门，一路走一路哭。走了一段路，终于看见出租车，我打车去了火车站。当天夜里已经没有返程到我家乡的火车，最早的一趟是第二天早上8点多。我被吓破了胆，生怕我儿子和儿媳妇睡醒，发现我不再追到车站里把我弄回去。我到售票窗口买了当时最快能发车的那一趟火车车票，根本都没问那趟火车开去呢，心想着只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离开就行，火车不管把我拉去哪，我就从哪个地方再回老家，只要离我那狼心狗肺的儿子远远的，我就是安全的。我回到老家，像从前一样，每天吃饭睡觉，养鸡喂鸭，心里不再有牵挂，日子过得比从前更舒心。刚回来那几天，儿子和儿媳妇来过家里，问我偷偷回家来的原因。我对听到他们说话的事闭口不提，只说自己住不惯城里。他们听了，马上自责说都是他们对我照顾不周到，说这次是特意来接我去城里，让我安度晚年。可无论他们怎么说，我就是2个字，不去。我找了个机会，特意当着儿子和女儿2家人都在场的时候，说了那笔钱的事。我说这个钱我自有安排，你们谁也别惦记。其实我从城里回来的第2天，就要把那张卡给女儿。女儿听了我的遭遇，抱着我哭了很久，说让我放心，她会好好给我养老，却说什么不肯要那张卡。哎，我这个傻姑娘啊，和她那个弟弟相比，简直就不像是我一个人养出来的。女儿不要那张卡，没办法，我把它裹在一张写好的遗嘱里面，缝在了我的枕头中间。遗嘱中写明，这张卡里面的钱只留给我的女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